我们要的是2028民进党改 N 的瓦清爹落赛，司法是完全失能，贪腐治不了，还到处抓人取供，大罢免大失败，朱立伦大胜利，急流勇退是非常困难的决定。人最难的不是迈向巅峰的时刻，最难的是认清自己不在巅峰的时刻。郑丽文是认真要选党主席，所以任何妨害蓝白合的，任何妨害蓝内合的力量都该被剪除。要的是星辰大海，但这股力量绝对不是朱立伦。大家只要谢谢朱主席，劳苦功高，卸任顺心，交棒顺心，恭迎郑主席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如果朱立伦真的这样交棒，2028如果蓝白胜利的话，他很有机会做行政院长。如果国民党想要取大位，你一定要先拿下党主席。党主席你没有拿下，谁出来选择总统都必死，因为他们光是搞内耗你就死了。不管谁要选总统，你一定要先给我拿下国民党的党主席。我们已经见识太多次了，这不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胜利，而是人民的声音战胜了权力的傲慢，抢救经济，守护民生，终结黑箱谈判。对于关税战与产业的危机，立刻提出纾困方案，完全于民，完全于地方，快速执行所有救援企业的方案，让人民、让地方政府、让企业手上都有可以应变的资源，而且必须终结黑箱谈判，提供企业应变的时间，才能够抢救经济，保护民生，能源的安全韧性，确保台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。今天的民意已经展现，70%多的民众支持必须要有稳定的核能，政府必须确实执行立法院已经通过的核电研议的法案，终结司法东厂，找出政治黑手，重建司法的独立，请执政者停止任何形式的政治力介入司法，捍卫司法独立，并立即成立跨党派的调查委员会，调查绿电发展。司法侦办，而且他先打绿电，相当于一炮双响，司法的问题都牵在一起，这很会打哦。因为黑箱关税是人民现在最愤怒的事情，去接下后面再延伸哦，再往前走就切到柯文哲，所以司法是完全失能，贪腐治不了，还到处抓人取供，所以相当于把黑箱关税的威力再加上大败选的威力，因为现在人民要算总账，这往死里打呢。台湾必须回归责任政治的宪法精神，国家结束空转，重回正轨，终结社会撕裂对立，找回台湾最宝贵的团。过去这1年多，我们看到赖清德利用仇恨动员来巩固权力，却牺牲了整个社会的信任与和谐。执政者本来应该是人民的粘着剂，而不是社会的政治机。赖清德政府应该停止一切制造对立的政治操作，全力的投入灾后重建、重振经济等等福国利民的药物，用专业治理。仇恨动员，那赖清德用青鸟来动员仇恨，青鸟这群垃圾，本来就有人该治他。之前是个别的候选人要应对，而且因为他是民众嘛，一个政党角度来说，你不能直接骂青鸟垃圾嘛。但这一次呢，用仇恨动员，因为前面又堆叠了纳粹式，所有的政党还没出来反应，他第一个跳出来，深深一鞠躬，这代表什么？成功的把所有从726累积到823，31+1就32个大半的整个民众的名气的 credit 的收入囊中，也有大幅度的。我先谢谢大家，那什么意思？这些所有赢的就变成对他来讲是一个收在一个高潮啊，等于说这所有的这些努力，大家都好辛苦，但是我反向跟你说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这等于是大罢免大失败，朱立伦大胜利。可是他这样一做，至少这个名气会很大程度就回归到国民党身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底气。第一个跳出来做这件事情很聪明哦。国民党在大罢免里面把民进党打得落花流水，然后我退位。如果我是这样，他这样玩哦，很厉害，等于是我把这个名气呢留给下一任党主席。所以我说朱立伦下一步，如果国民党真的蓝白真的2028执政的话，我认为他起步就是行政院长，先从关税黑箱问题已经直接有人在失业的状态了，然后接下来往前再走一步，司法绿电问题，因为这一次风灾吹出最严重就是整个绿电、光电、风电大量的弊案，同一时间整个国际情势在反绿电、反光电，至少美国那边在反，然后再挺核电，这样也巧妙的让核电公投没有过这件事情的杀伤力降低。另外，核电公投的票数并没有很难看，400多万票，也不算距离门槛非常非常的远，所以呢，也把这核电公投的这个事情打了一个平盘，甚至呢有一点小加分。再往前再走，就讲到了司法这么的邪恶、这么的坏都不查，弊案都不查，那你对待所谓柯文哲是不是也是在滥用司法呢？那一
一样，国民党那些被抓走的党公职是不是也是被滥用司法破坏呢？他就往前推，然后再往前推，这里是最强的，直接来一个感谢大家，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呼吁赶快要治国啊！在感谢大家之前呢，还炮轰青鸟，你们怎么可以仇恨动员呢？对吧？你们仇恨动员是错误的，你还被打脸的吧？大罢免大失败就青鸟害的，你们仇恨动员搞得社会对立，而我在感谢大家，再往前再走哦，真的，朱立伦目标是逼宫赖清德哦，最后让赖清德彻底破防嘛。我要很诚恳的说，朱主席过去几年担任主席，虽非全功，但亦非只有苦劳，是有功劳。虽然在蓝白河那一局处理的不好，我整体给予朱主席在主席任内的评价，虽然不是 S， 但我愿意给 A 到 A 加。最后直接连带让赖散破防，留下如此经典的神情，气到这种神情，我给他昨天的交棒感言给打上了 A 加。我们要实诚的说，如果今天朱主席能够处理的更加细致，这个交棒的说法也许就是100分。学着如何空战打民进党，还真的有成功。莱尔校长吧，从朱主席还没选党主席，大家选党主席当中有很多的事情，我要用4个字形容这些事情：云淡风轻。就像我处理蓝白河的事情一样，我愿意率天下人之先，除了我个人的体悟之外，我更是有大局上的领悟。我正式的宣布，就是我不会再严厉的批评朱主席，但是一些提醒或一些谏言当然不应该少。所以我希望主席既然倦勤，要退到第2线，回到校园，回到台大继续去教书。人最难的不是迈向巅峰的时刻啊，人最难的是认清自己已不在巅峰的时刻。2028年如果蓝白正式推倒民进党这座高墙，我相信行政院长朱立伦毋庸置疑。而且如果新任的总统对这个选项予以忽略的话，我会率众人之先大家抗议。在这个时刻，朱立伦愿意交棒，那是了不起的事情。急流勇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。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朱主席说要退，有这么多的质疑，有这么多为什么您要朱立伦退？我告诉你，你清楚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们看到的是这里，我看到的是这里，内核的事情。如果朱立伦主席顺利完成交棒，回到学校坐育英才，为国民党培育年轻的新血，3年后，2028年的520，行政院长就是朱立伦。卢秀燕选2028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？蓝白合是什么配什么？郑丽文今天受访，我会做好交棒的准备。主席大概恭喜开会啊，但其实9月1号就要领表了。那如果这个时候让大家觉得说，怎么国民党没有人要接棒？我认为对国民党是不好的。我自己认为，我个人我是有很高度的自信，就是今天我有没有这个决心要扛起这个重担？如果有决心要扛起这个重担，我自己认为我是非常够格的。如果大家都支持我，再加上我刚刚说的如也不选，我当然自然就是出来承担。83如真的确定没有参选的意愿，我就会正式决定要来参选主席。我一旦正式决定参选主席了，不管谁要参选，我都会选到底。我也没有回避您的问题，就是如果最后万一9月我们去领表登记的时候发现说，朱主席要决定要来参选了，那抱歉，我已经宣布参选了，那我就会选到底。就是如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，如不选我就选到底。不然的话，我讲国民党的人就是已经很受不了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老是瞻前顾后、扭扭捏捏、想东想西、想这么多干什么呢？你的作风、你的做法就要不同以往，你必须走出自己的同温层，你必须放下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大党的身段。国民党早就已经不是像过去那种呼风唤雨的台湾最大的政党了，而且国民党现在又面临民进党一而再再而三的抄家跟团灭，所以国民党其实经营的非常的辛苦，就是为什么你没有看到我雨后春笋般想要来当主席的原因啊。所以郑丽文讲得很生动哦，其实郑丽文几乎把国民党所有问题都点出来了。郑丽文是认真要选党主席，726到823大罢免大失败，失败到脱裤子这件事情，这当中全部都是党中央的功劳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朱立伦有没有重大功劳呢？当然是有啊。这里面有没有发生很多很讨厌的事情呢？当然有啊。这里面有没有很多很靠北的事情呢？当然有啊。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，因为我们要的是星辰大海，我们要的是2028民进党改 N 的热清的落赛，那个是我北嘛。所以任何妨害蓝白合的，任何妨害蓝内合的力量都该被剪除，但这股力量绝对不是朱立伦。大家只要谢谢朱主席，恭迎郑主席，答案就结束了。去帮国民党选党主席，或者是帮国民党做什么事情。但是今天我的心态不同了，我会强力的来介入国民党主席这个选举的风向，因为国民党的党主席、民众党的未来、蓝白合的未来，强烈的影响了我们杂职们的生活。我们60%杂职们的生活，取决于国民党能不能好好发展，取决于民众党能不能好好运作，取决于蓝白能不能好好合作。所以我会多很多嘴。谢谢朱立伦主席劳苦功高，交棒顺心。国民党现在不是自己的党，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背负的是75%杂职啊，杂职不想当杂职，那就得努力让他们好好做事情。难道我有把他赶走吗？蓝白若合赖清德，蓝白若合倒赖清德。